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48.14，收盘价是261.16，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1.86，最低价是在247.6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4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297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28倍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在增强。MACD 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0月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回档后的突破中。我们会看到当日这根 K 线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高，同时又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并且在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呢，就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收盘价站上了这个母子怀抱变盘 K 线组合母线的最高。那这样的信息将预示着股价会继续有上行的走势。同时，这样一根实体长绿 K 线，只要不回档，那么它应该是一根宣示上涨的 K 线。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241.5附近，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收盘价会在248附近。实际在10月4日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收盘价是在261.16。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就是这根 K 线是一根宣示上涨的 K 线。那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目前已经突破了我们之前定义的第一个目标，也就是255，并且又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那现在就又出现了头高，下方有底高，所以目前股价是在继续突破了255之后呢，将会确立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么后续股价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所以因此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对于10月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74，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好，那么274这个位置呢，它仅仅是一个压力位，实际上目前股价继续向上的目标应该是279，也就是这个位置。然后呢，站上279之后呢，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前高299.29，也就是300关口附近。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加回来。好，那这是目前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那我们会看到第一个目标274这个位置啊，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标出来呢？因为这个位置和这条下行的趋势线是重合的，所以呢，
并且呢，这个下行的趋势线它是一个强压力，之前是在2次测试到这个趋势线的时候，都出现了反转向下，所以呢，我们认为股价到这个地方依然会遇到一个压力，所以这是股价要突破的第一个目标。那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站上279，站上它是继续自8月18日以来的多头趋势，然后继续如果再向上突破299呢，那我们会看到将会再次出现头高，那也就是将股价目前的趋势将会继续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也就是上方再次出现头高，下方我们会看到已经有底高了。对，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由于这个255已经被站上，我们先把它删除。好，那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呢，我们认为依然是242这个位置。242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这叫前低，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让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呢，再重新回到空头趋势，所以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就是9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35附近，对，那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维持或者继续9月15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因为我们会看到上方如果股价在这个地方现在是有2个头了，这是头低，如果股价不能突破279而出现反转向下的话，那上方会有头低。那下方一旦回档，接下来下行的目标一定是235，对，所以这是它的第二个目标。然后第三个目标呢是228，这是一个支撑位，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支撑位呢正好和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底高的上行趋势线重合。好，那接下来当然第四个目标是212。好，那么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5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前一个交易日我们给的关注位是248，是我们预测这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会在它的附近。那在它的上方运行呢，股价会收高。那在10月5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58，我们提升这条水平线到258，258是10月5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关注它的目的就是，如果股价出现回档，不跌破20日均线值，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上涨，或者是至少是一个横盘的一个走势。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20日均线值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会出现回档，这个回档我们认为会跌破20日均线值。好，这是我们关注258这个位置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5%的多头仓位，是在9月29日的收盘价在250这个位置给出的进场操作建议，实际可操作性应该是在10月2日的盘前，应该会比250这个位置的成本会更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直是止损位在10月4日我们给的止损位是在242附近。那10月4日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当然我们这个仓位不会被止损出场，但是呢我们这个5%的仓位的获利的给的建议是在257到258之间，所以如果在10月4日盘中没有获利出场呢，那么到现在依然是持有的。那
在10月4日的收盘价，我们将会继续给出一个进场的建议，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是10%的加仓，是261这个位置。那这样一来，我们会有15%的仓位，我们的成本位应该是在257这个位置。目前，对，好，这是我们加仓后的成本位。那由于本期视频在制作的时候呢，已经是在盘后交易时段已经结束，那可操作性应该是在10月5日的盘前可以选择机会加仓。对，好，那么这15%的仓位到了10月5日，虽然是一个小的盈利，但是我们因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所以我们依然要给出止损的位置。那止损我们由原来的242提升到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248附近。好，这是对这15%仓位的说明。那如果之前没有进场，或者说是在这个位置是已经获利出场了，那么在10月4日收盘价261.16这个位置可以5%进场做多，对，或者说是重新进场，在这个位置可以依然是5%进场，那么止损呢，同样是守248这个位置。好，那么在这个位置进场，或者我们说加仓，我们的获利目标位应该是在这条趋势线，也就是对于10月5日来说是在273附近。对，这是这个多头仓位的获利的目标位。好，那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那对于10月5日开盘之后，无论是高开盘还是低开盘，一定会有空头的进入。那么空头他们的目标就是242和下方的234。那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上方的274到279这个位置，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好，那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262，也是这个小的缺口。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274，是这个第二个目标，当然也是当日 K 线和这条趋势线的焦点。第三个压力位是279。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58附近。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55到256之间，在这个区域。第三个支撑我们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49到250。我们把它和这根 K 线的最低合并，也就是第三个支撑位是247到250。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0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65，然后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55，然后收盘会收在258附近。那出现这样的回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6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涨。那继续上涨呢，我们会给出2个收盘价的点位，我们依次来说一下。
那如果是继续上涨，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8，最高上方会到达267，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264.5附近。好，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上涨。那上涨第二个点位呢，我们会更高，我们认为它应该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61，最高上方会到达273.5，收盘会收在272附近。那出现这样的大幅上涨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6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继续上涨。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